Hello， 大家好，我是 Anson Dan， 你的 Traveler 做手过客，我又回来啦。今天拍这视频的目的，我看你们也知道了要拍什么，就是我有放在标题了嘛。今天我已经总结了我过去所有的经验，就是这个 Top 10 Tips I wish I knew as a beginner trader。就如果你是这些东西都是我很希望我当初就懂的一些点，因为这些点可以让很多今天可能你是初学者，你才刚刚学 trade， 可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些重点都记下来的话，并且去运用它的话，可以在你的 trading 路程上少走很多冤枉路。OK， 我就不废话，我就马上开始。第一个 ，think more before you trade, don't think when you trade。这是什么意思？就是当你还没有开始开你电脑的时候，在看 chart 还是什么，你之前就需要 plan， 跟你要去打算看到什么标的你进，你打算看到什么情况 ？OK， 你看了这样子。看了今天这个 chart， 你知道它的 trend 是往哪里走了，你已经知道你要等什么样的价位或者什么样的点你才进去，这些东西都是你要先预想好先 ，before 你真的是准备要去进场，不是你要开始 trade 了你才来想我要用多少 percentage 我的户口的钱去进这个单，还是我要进多少钱，我要进多少价位，然后我要 hold 多久，我要几时关单，这些种种我刚才讲的所有的考量因素都是需要你还没有进 trade 之前，你就要先预想好了，预想几种可能性，因为 chart 它可能会往上往下，可是你在预想这个过程中，你已经给你心中有一个价位，有一个底盘，你会去按照你这个预想去做我们讲你的 trading planning， 你可以先去预想你的 trading 计划，这是第一点。如果你没有先想的话，你在真正要进 trade 的时候你才来想，你会很慌就会导致什么？你过后进了 trade 你会很不确定，你会没有信心，对你自己进的单没有自信。像你没有自信的话，你可能价钱真的是往跟你对立的方向走，然后你就没有信心，你就马上关单。可是到最后你有没有试过这种经验？就是你一关了单，它又往你的方向走，你又赚不到钱就算了，你还亏掉你还亏掉一些钱，这样子是很不值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讲你要先 pre-plan 先，你要先有一个预想，你要有一个想象先。等一下遇到这样子的情况 ，OK， 我进。如果没有遇到那种情况，你怎样都好都不进。就来延伸到第二点。第二点是什么？第二点就是 wait for the market to come to you。这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要等到市场来给你机会，不是你去市场里面找机会。OK， 这个你要去思考一下我讲的这番话，就是你不要 try to 去市场里面找机会，你要等市场给你机会。OK， 怎样讲？假设你今天预想，刚才我讲了，你 pre-plan， 你要进场，你一定会有一个预想，我要怎样的情况进场，什么价位进场，进多少钱。这些东西都是成为你的一个预判跟你的预想。market 没有给你这种情况，它没有给你这个 opportunity 的时候，你怎样诱惑再大都好，你不要去，因为不跟你的 pre-plan 不一样。当你跟你的 pre-plan 的情况不一样的时候，你去进这个 trade， 你就会很没有信心，就不 certain， 你就会很容易就可能我真的走错了，我又去关单，甚至有些你真的是看错，有些人就讲我不要关单，每次关单它都弹回上去，我就 hold 着，这样 hold 着，可是你已经看错了，你就会导致什么？你就会输很痛，一直输。这样有些 beginner 犯的错就是越输越多，他一直想不用紧，我等他上来，可是有时候 trend 来了，他就是不会回上去，你就是输，就可能那一单你就输啊，你整个场就爆仓了。OK， 这是第二点要注意的，就是一定要等到 market 自己来找你，不是你去找 market 来。OK， 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要 learn how to lose， 要懂得怎样去输。今天很多 beginner 或者是很多刚刚进来 trade 的人，他们都很在意讲我这个月我会赢多少钱，我赢越多代表我是一个 potential 越好的 trader。其实不是的，一个好的 trader 或者是你刚刚开始要学习的，应该是要怎样去输那个钱。因为我怎样去定义讲去会输这笔钱？因为今天我们做 trading 不外乎就是去 risk 我们手上的本金，去渴望去换到一个机会，去换到一个更大的赚赔比嘛，对不对？今天你一定要学会去承受，去输掉这笔钱。这笔钱你已经预了去输掉它了，可是不是好像故意去输啊，就是你知道我进这个 trade 我是会有可能输的。这样可是如果输的话，不代表你的 trading 技术差，只是代表你这个时候你的那个赚赔比，你的赚的概率就是刚刚好这一轮你会输。可是长期来讲，如果你 discipline 的话，你有一个刚才我讲你有 pre-plan 的计划，虽然输是一个过程，可是你知道长期这样你 discipline 这样来走的话，你一定是赚钱的。所以我讲你一定要先学会输。学会输是什么？你不要好像输了我很不甘愿，我很不舍得，想要赶快赚回去。一定不要有这种心态。当你一有这种想要赢回来的心态的时候，你就有什么？你就是赌徒心态了。这也就是赌徒每次很多那些
一直沉溺在赌博的人都会有这样子的病态。可是我们 trader 我们不是在赌博，我们要做的就是输了，我们知道输是一个机会成本。好，我们进了一个单，我们知道可能输，可是我们赢的话，我们是赢它2-3倍回来，所以我们觉得这个进场点漂亮的话，我们觉得值得 ，OK， 我们进，这是理智的想法 ，OK， 记得要学会怎样输先。那个输的定义是什么？因为那是你的机会成本，你要懂得先怎样输了，然后你才懂得怎样赢。不要一直讲，不要讲哦，我输了就是我不适合 trade， 我的这个 strategy 不 work。然后第4个点，这个也是很重要，也是我以前一直 stuck 这，就是你有没有试过，就是你一进了场就看到我开始 profit 了30%、50%，哇，好像开始赚钱了，很开心，一直在算我这单可能赚了1000块马币，可能赚了5000块美金。这种情况我讲第4点给你们的一个 tip 就是 do not count your profit。在你开始 trade 的时候，你在进这单的时候，完全不要受你的 unrealized P&L 去影响。OK，unrealized P&L 它就是账面上它是 paper profit and loss， 它是还没有成立的。既然它还没有成立，你去算就是某种程度来讲是没有意义的。So 在你 trade 的时候，为什么我讲你不要去 count your profit， 不要去算你的盈利到底赚了多少？是为什么？因为它会影响你的判断。为什么？今天假设我就是赚到97%，我就差3%就100%，因为人的心理就是想我要完整，我要100%比较爽，所以你就背着盈利点去算，哎呀，我要等它100，可是有时候它就是上不到100%，你就是会掉下来。所以你一定要理智，我们要看的是什么？我们是要看我们的那个市场走势，我们要看的是那个蜡烛那个力度，不是去看你的 profit。那你的 profit 不会决定你要进场还是出场的点的，对不对？我们刚才讲赢的情况，输的情况也是一样的。当你在输这的时候，就哎呀，我已经输了，整1万块啊，我很痛啊，我要等它回来先，我输少一点点。可是实际情况，你不会因为你想要输少一点，它就真的回去给你出单，不会的。它会不会因为 trend 很strong，它继续往下跌？往下跌的时候，你就输越来越痛，你越痛你就越不想关单，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这样这个恶性循环这样导致下来，你变成一个坏习惯的话，你这坏习惯你一旦养成的话，你在 trading 里面很难赚钱，因为你每次赚可能赚一个10%，你输是输50%，你怎样赢钱呢？对不对？说你 trade 了，你关了单，你可以看一下我赚了多少钱，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在 trade 的时候，你要尽可能的去避免 emotion 的波动，所以你不要去看你赚了多少，输了多少，你就是专注在你当下看你的 candle， 看市场的走势。OK， 这是第4点。第5点是 never add to your losing position。很多人的时候会加仓，在输着的单加仓，他以为他在加仓，他就会把他的成本降低，就会把他的那个 average cost 拉低。可是其实不是，因为你在玩的是杠杆交易，因为我们今天做的是杠杆交易嘛，我们在做 BitMax 这些平台全部都是杠杆。你有加杠杆的话，你一直在加你的 position 的话，代表什么？你把你的 risk 一直在提高。为什么？因为你把你的爆仓点越拉越近。这个情况是非常危险，尤其是对于 beginner 时常会犯这个错，因为他们以为我要拉低那价钱，他们可以更快的 take profit 或者是 break even，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Never add to your losing position。有些人就是还是会想要去尝试，我要加单去冒险去跟他搏，可是有时候你就因为这一波你搏不过，你就真的是输完你整个户口了。OK， 就延伸到了我要接下来讲的第6点是什么？第6点就是 always protect your bullet， always protect your capital。今天你一定要想方设法去保护你的子弹先，保护你手上的本金先。如果你今天本金都没有，你怎样再去市场里面赚钱呢？对不对？先想要怎样保护，再来想怎样赚。所以又延伸下来第7个点是什么？一定要学会 cut loss。很多人不去愿意 cut loss， 好像我刚才讲，人的心理是这样子的。你没有发现到一个点，就是你每次赢的时候，赢一点点就赶快关了，我要赚，不然等下掉回去我又输钱。可是反过来讲，你输的时候不会这样子做了你输的时候你就哎呀他会回来的啦，等他回来先。可是这个是错误的。今天我们反而应该要把这个心理机制倒转过来想，就是赢的时候反而应该像我输着的时候，哎呀给他跑多一下啦，反正 trend 还 strong。反而输的时候你一走错，你一发现到你已经错了，已经是不对劲了，你就要果断的斩单，就是要 cut loss， 因为你要保护你的bullet，你要保护你手上的本金。接下来第7个点是什么？Never trade based on news，OK， 可以去看新闻，这个没有错的，你可以去懂一下大概市场上发生什么事，可是不要过度于依赖，因为当你看越多 news， 你看越多报道的时候，你人心就会越慌。有2种情况，一种是你得到小道消息，然后你真的因为它赚了钱，你就会变成什么？你就很信任这个小道消息。当你开始去信任它，你一直去用它的时候，10个9个都会变成韭菜，因为是谁放的消息。如果是好消息的话，那种秘密消息凭什么要让你知道呢？10之8九这种都是要去割韭菜的一些消息，让你先爽先，过后才来割你一轮。
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就是你自己一直去看各大媒体的报道，你会变成你会很慌，这里讲上，这里讲下，所以你要跟随。OK， 你会心很慌。像与其这样，你一定要训练你的独立思考能力，不要过度依赖这些媒体也好，新闻也好，一定要去有自己的判断能力，跟自己的一个 trading 方式跟 style。OK，so 第7点，不要过度依赖视听媒体。第8个就是我刚才第7点的延伸，就是你一定要训练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今天你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 trading style， 这样讲，因为我们讲 trading 是一个很 personal 的东西，很讲究你的 personality， 你的性格。今天你的性格如果是一个 risk taker， 你当然可以承受更高的风险，你可以承受更大的压力的话，你的 trading style 跟那些不能承受这样高 pressure 的人的 trading style 是完全不一样的。So 今天可能我用我这个方法 A 来赚钱，可是用在 B 的人身上他可以不 work， 再用到我身上明明很赚钱，可是为什么在他身上就不赚钱呢？就是因为不适合他，因为他的性格不能承受这样子的 trading 模式。可是反过来讲，今天他是一个 risk averse 的人，对我一个 risk taker 来讲，我可能就很不适合，因为我没有办法，可能我没有办法等这样久，可能我没有办法适应这样长的等待期，等等等等。他在他身上 B 的身上用得很好，可是在我的身上我可能用到不如意，一直不赚钱。So 你一定要先问自己，你自己是属于怎样的人，然后根据你个人的性格也好，时间的 flexibility 也好，去制定你自己的一个 trading plan。OK，so 这个制定 trading plan 的这个能力，就需要训练你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你要以你过去的经验跟你过去的一些操盘的心得来去制定这整套 trading plan。因为如果今天你跟风去跟别人的一个 trade call 的话，你基本上就是因为人家懂怎样进场，人家也懂怎样出场，可是你不懂，你是因为他进场你才进场，所以你变成你出场的话，你也一定要跟住他。这样如果你没有跟到他的话，你没有出到场，你可能分钟是会亏损的。OK， 第9个点是什么？第9个点是 never use a demo account， 什么意思？今天不要用 demo 的用意是你今天用 demo account 可能你赢很多钱，可是 demo account 的一个缺陷是什么？因为你不是用真钱在玩，你没有办法真实的去感受这个市场的压力，因为你没有用真钱嘛，你输的不是真钱，你不痛，所以你不会有那个金钱上的压力，就变成讲，可能你在 demo 看你玩得很好，可是一去到真实市场，你放真钱的时候，你就会输到很难看。为什么？很多人就说我 demo 看玩得很好，玩了500块、1000块，我可以赢多翻他2-3倍在一个礼拜内。可是如果今天他心大了，他认为他已经很劲了，他就马上进很多钱去玩真的 account。结果马上输很多钱，因为他没有办法承受那个压力。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少开始，可能100块、200块马币、美金都好，进去玩真的 account， 不要玩 demo account。从真的 account 你真的玩，你真的跌，你真的才学到东西，才是你把你的整个 learning curve 缩到最短的一个方式。OK，so 这是我个人的 opinion 啊，不要用 demo account。我跟我的学生，我全部都讲，你直接玩真的。他们每次会问我有什么地方可以玩 demo account， 我都不会建议，因为其实你在浪费时间吧，你自己骗自己而已。第10个点是什么 ？Don't overload your chart。Don't overload your chart 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你不要把你的 chart 弄到太复杂，就这边线那边线，下面 indicator 上面 indicator， 整个你的 price chart 都弄到很乱了，你懂我意思吗？今天为什么我讲不要 overload the chart， 就是你不要放太多 indicator， 因为你要知道一点，就是在这个 market 里面，你没有办法靠一个 indicator 或者一些 fixed 的 formula 的公式来让你达到长久赚钱。让你得到长久赚钱的这个秘诀是要based on 你的独立思考能力跟你的 emotion 的管控能力，而不是这些 indicator 啊，不是这些线，不是这种什么种种的 indicator， 不是。你们有没有试过一种经验，就是今天我用 RSI 又用 MACD 又用 KDJ， 然后换一个日子我觉得没有用了，我又换去什么EMA， 然后又换去什么什么 index 什么种种 indicator 啦。有没有试过这样子的经验？因为为什么？你今天一直换就代表你不舍得，你不舍得的话，你 trade 你会没有信心的，你会不果断，你也不会对你的 trade 的 position 很有信心。如果你一直把你的 chart 放到太多 indicator 的话，你会变成什么？你会很矛盾。有时候这个 indicator A 讲买上 ，indicator B 讲买下，这样你要怎样办哦？这样我们要尽量在 trading 里面减少这种矛盾性，你要尽量是果断，然后很确定今天就是玩上，今天就是玩下。所以我的 trading 方式就是，我今天知道 trend 是往上，我就是不玩下了，我怎样都是买上。然后我知道要用怎样方式，我就是直接看蜡烛，我直接 read 那个蜡烛的波动方式，我去买它上。
我不会去看 indicator， 我不会去看任何那种种种五颜六色啊，好像整个圣诞树这样的那种 chart， 我不会。我可以修我的 chart 是很简单。如果你是我的学生，我也是给你讲过，我的 chart 就是一个蜡烛，当然你要知道价钱是什么嘛，蜡烛，然后最多在一个 EMA 这样子而已，没有了。我可以给你看我的 chart。OK， 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的一个 chart， 你看我的 chart 就是一个这样子的 chart， 我没有去放什么 William Factors 啊，什么东西我都没有放的，干净。OK， 你可以看到我的 trading view 最多就画2条3条这样 support line 而已，给我知道大概那个价钱的底价会去到什么地方。OK， 你看我没有放 indicator， 我也没有放什么，就是很简单很干净的，好吧 ？OK。So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有帮助到你的话，记得你要 subscribe， 记得 like， 然后 share 给你的朋友。OK，So 我们 Traveler 做首购课，我们下一期见，拜拜。